大家好，今天这期咱们要聊的话题还是绕不开饭桌上那块最寻常的东西。它软软糯糯，做法花样百出，不管是南方的巷子里，还是北方的大院里，家家户户的灶台上几乎都少不了它的身影。没错，我说的还是豆腐。前几天门诊里来了位老病号，咱们就叫他老陈吧。老陈快70岁了，血脂偏高，血糖也不太老实。他平时管得极严，肥肉不碰，猪皮不沾。那天他一进屋，眉头拧成了疙瘩，坐下就唉声叹气。他说：“医生，我这日子是越过越憋屈了。”我问他咋回事，他说广场舞队里有个老姐妹告诉他，豆腐吃多了会把血管糊住，说这是血脂升高背后那个真正藏着的祸害。老陈一听就慌了，他说：“我平时荤腥都戒了，就靠豆腐补点蛋白质，这要是连豆腐都要戒，我这嘴还能张开吃啥？”听完这话，我心里五味杂陈，又想笑又觉得堵得慌。为什么堵得慌呢？因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真的能把老实人吓出病来。豆腐这东西在咱们的餐桌上传承了2000多年，怎么突然就背上了血管杀手的名声？所以今天这期哪怕讲得久一点，我也要把这笔账给豆腐算清楚，把这里头的弯弯绕绕给大伙捋顺了。咱们要弄清楚豆腐到底是护着血管的好帮手，还是堵着血管的坏东西。更重要的一点，我得跟大伙严肃地说一句，真正伤血管的从来不是豆腐本身，而是那几种披着豆腐外衣天天被端上桌的伪装货色。如果您家里也有血脂高、血糖高，或者心脑血管有点小毛病的长辈，这期内容请您耐心看完。这不是简单的辟谣，这是关系到您和家人血管能不能保持通畅的大事。在往下讲之前，还是老规矩，如果您在意自己和家人的身体，麻烦点一下下方的订阅，再把小铃铛打开，这样往后但凡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更新，您都不会错过。咱们这里讲的很多都是那些大平台不太愿意掰开揉碎讲给您听的真相。如果这期内容您觉得有用，麻烦在评论区打个1，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也欢迎大伙留言，说说自己吃豆腐的心得。首先，我要把话挑明了，给老陈也给屏幕前的各位吃颗定心丸。加工方式对的豆腐绝对不是血脂的祸根，恰恰相反，它是调节血脂、清理血管的一把好手。咱们不妨来算算这笔营养账。血脂高的朋友最怕什么？怕的是饱和脂肪，怕的是那些藏在肥肉和奶油里的坏东西。可豆腐不一样，它是黄豆磨出来的，浑身上下都是植物的底子。第一样，它含着优质的植物蛋白，营养价值不输肉类，可它偏偏没有肉类那股子坏脂肪的包袱。第二样，它里头藏着大豆异黄酮，这是个宝贝疙瘩，能帮着调节体内的激素水平，对护着血管内壁很有好处。第三样，也是最关键的一样，它富含卵磷脂和膳食纤维。卵磷脂可以说是血管里的清洁剂，它能把血液里那些大团大团的脂肪拆解成细小的颗粒，让身体更容易代谢掉，不至于沉积在血管壁上落地生根。所以在很多心血管科大夫开的食谱里，豆腐经常被当成肉类的最佳替身。对于想控制体重、想降血脂、想防着动脉变硬的朋友来说，每天吃点老豆腐、嫩豆腐，好处只多不少。那这个豆腐堵血管的说法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这就像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好孩子被人带坏了。豆腐本来是张干净的白纸，是块没沾灰的璞玉，可一旦有人给它套上了油腻的外壳，泡进了咸涩的盐水，甚至直接扔进滚油里翻炸，它的脾气性子就全变了。这个时候，它就不再是那个清清白白的豆腐，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裹着豆腐皮的高热量炸弹，成了血管的隐形杀手。接下来我要点名的这4种东西，才是大伙真正该防着的。不管您平时多馋这一口，为了血管通畅，咱们都得管住嘴。第1号要挂上黑榜的，就是不少人逛夜市、吃小吃摊，甚至自家饭桌上都离不开的油炸豆腐。这一类东西种类可不少，街边飘着香气的臭豆腐，外头焦脆里头软嫩的炸豆腐块，卤味摊上金黄油亮的炸豆干，还有火锅店里几乎人人必点的炸响铃。说白了，只要是豆腐进过油锅洗过澡的，都算这一类。大伙儿不妨闭上眼睛回想那个场景，天色一暗，摊子上的油锅底下火苗窜得老高，油面上翻着一层金浪，摊主手脚麻利地夹起一块块白嫩的豆腐，
滋啦一声扔进油里，油花瞬间四溅，豆腐在油里翻腾打滚。高温很快把水分逼走，表皮开始起泡变色，从素净的白变成诱人的焦黄，紧跟着一阵浓浓的豆香混着油脂的焦香就窜进了鼻子。出锅之后撒点辣椒粉、孜然粉，再淋点蒜汁醋汁，趁热咬下去，外皮咔嚓一声碎开，里头的热气一冲，满嘴都是流油的满足。香不香？那是真香！我路过闻见这味儿，有时候都得咽咽口水。但毒不毒，我也得掏心窝子告诉你，那是真毒。很多人心里都有个小九九，觉得自己吃的是豆腐，是素的，是黄豆做的，就算炸一下，怎么也比啃红烧肉强吧？罪过应该不算大吧？要是您真这么想，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一脚踏进了一个不小的健康陷阱。医生为啥这么反对血脂高的朋友碰这口油炸豆腐？咱们不能光甩结论，得把道理给您掰开揉碎，从物理结构讲到化学变化，一层一层把它那副伪善的面目给您看清楚。先说物理结构，这简直就是一出偷梁换柱的戏码。豆腐是什么结构？切过豆腐的都晓得，它软嫩含水。放到显微镜底下看，豆腐内部的样子就像是一块吸饱了水的海绵，或者说像个塞满水的蜂窝，密密麻麻全是细孔。平常这些细孔里装的是健健康康的豆浆水，可当您把它扔进170、80度甚至200度的滚油里，会发生什么呢？高温瞬间把豆腐表面的水分逼成水蒸气跑掉了，接着内部的水分也跟着急剧膨胀蒸发，水一走，那些蜂窝状的空当就腾出来了。谁来把这个空当填上呢？是油，是那一锅热量爆表的油。这就是物理上的置换，水刚一撤退，油马上就见缝插针地钻了进去，把每一个细小的孔隙都塞得满满当当。所以朋友们，千万别让油炸豆腐那副干爽酥脆的模样给蒙骗了，它本质上就是一块吸满了油的海绵。你以为吃进嘴里的是植物蛋白，其实牙齿一挤压，咽下去的大半口都是油。有数据显示，豆腐经过油炸之后，脂肪含量能从不到 5%飙升到 20% 甚至30%以上。这哪里是在吃素，这简直是在喝油。原本清清爽爽的豆腐，这么一炸，热量和脂肪能翻上好几十倍，比同重量的五花肉还要肥腻。除了这个物理变化，更要命的是高温之下那场看不见的化学风暴，也就是反式脂肪酸的诞生。要是说油多了只是长肉，那接下来说的这个就是要命了。大伙想想，路边摊炸豆腐用的那锅油，或者家里为了省钱反复用的那锅油，那还是干净的油吗？这些油被反复加热，今天炸豆腐，明天炸鸡排，这叫千滚油。植物油本身没啥问题，可它最怕反复的高温折腾。在长时间的高温炙烤之下，油脂的分子结构会断裂重组，发生氧化和聚合反应。就在这个过程里，一个血管的头号敌人就此诞生，那便是反式脂肪酸。医学界给它起了个绰号，叫笨蛋脂肪。为啥叫它笨蛋呢？因为它一旦进了身体，代谢起来极其困难，就像个赖着不走的房客。正常脂肪几天就能排出去，它可能得赖上几十天。而且它进了身体，专门干2件坏事，对血管来个前后夹击。第一件坏事，它把低密度脂蛋白往上抬。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咱们常说的坏胆固醇。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开着破3轮的搬运工，专把肝脏里的脂肪拉出来，随手就往您的血管壁上一扔，垃圾越堆越多，这就是动脉硬化的祸根。第二件坏事，它把高密度脂蛋白往下压。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胆固醇，是血管里的清洁工，负责把垃圾清走运回肝脏。可反式脂肪酸偏偏能压住这个清洁工的干劲，让他撂挑子不干。您瞧瞧，一边扔垃圾的坏人变多了，一边打扫的好人变少了。这一升一降，血管能不堵吗？血液能不稠吗？这简直是给血管堵塞踩了油门。除了反式脂肪，高温油炸还附赠一份致癌大礼包。豆腐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在滚烫的油脂里会发生复杂的美拉德反应。这个反应固然带来了诱人的焦香和金黄的颜色，可它同时也会生出不少有害物质，比如丙烯酰胺，甚至是苯并芘。这可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点名的1级致癌物。除了致癌，这些氧化变质的油脂还是强力的促炎因子，它们混进血液之后，会引发血管的慢性发炎。您可以把血管内壁想象成家里不粘锅的涂层，
或者是一条光溜溜的高速路面，这些促盐因子就像砂质一样，在血管内壁上来来回回的摩擦刮蹭。血管内皮一旦受损，就跟墙皮脱落，路面坑洼一个道理，血液里那些原本流动着的脂肪，一到这儿就被挂住了，陷进坑里越积越多，慢慢就长成斑块，最后把血管彻底堵死。所以在这里，我要撂下一句最严厉的告诫，尤其是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如果您已经确诊了高血脂，或者放过支架，有过脑梗病史，这种油炸豆腐能不碰就不碰，最好是一口都别沾，这是拿命去换那一口嘴瘾。别为了那几秒钟的酥脆，让您本就脆弱的血管去承受不该承受的负担。就算是身子骨还硬朗的年轻人，也别仗着年轻就天天吃这个，一个月解解馋吃个1-2次顶天了，千万别把它当家常菜天天买顿顿吃。第二种要点名的东西，比刚才骂过的油炸豆腐还更隐蔽，说它是伪装高手都不为过，因为很多时候它出场的样子并不像炸鸡油条那样油光锃亮，我们往往都不觉得自己是在吃油，甚至有人还觉得它挺清爽挺入味挺下饭。这就是油豆泡和油豆皮。这类东西什么时候最常出现？大伙回想一下，是不是在火锅店、麻辣烫摊子，还有家里炖菜的锅里？尤其现在年轻人爱吃火锅，不少爱热闹的中老年朋友冬天也少不了这一口。涮火锅时几乎必点一份豆泡或者炸腐竹，这几乎成了标配。看着他们在红油翻滚的锅底里打转，原本干瘪的身子像充气一样鼓胀起来，吸饱了汤汁沉甸甸的，您迫不及待地捞出来，来不及吹凉就一口咬下，扑哧一声，滚烫的汤汁在嘴里瞬间迸开，那股咸辣混着豆香的汁水充满了整个口腔。不少人图的就是这一口爆汁的痛快，觉得过瘾解馋。可朋友们，咱们停下来用点脑子想想，那让您觉得爽快的汤汁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吃的是麻辣火锅，那汤汁的成分就是化开的牛油、辣椒油，加上高浓度的盐，还有各种添加的调味料。如果吃的是炖肉的汤，那就是猪油加糖加酱油。所以为啥要把油豆泡、油豆皮叫成隐形杀手？为啥说它比直接啃肥肉还吓人？咱们得把它这层画皮扒下来瞧瞧真相。第一，它是天生带油，制作的工序里本身就浸满了油。油豆泡是咋来的？它不是地里长的，也不像卤水豆腐那样点出来的，而是把新鲜豆腐切成小块，扔进油锅高温炸制，让水分跑掉，蛋白质膨胀，最后做成中间空心外皮金黄的样子。也就是说，它进您家锅之前，早就在油锅里泡过一遭了，从里到外每个细胞都浸透了油脂。不信的话，可以做个小实验，拿一块看着挺干爽的油豆泡，扔进一锅清水里煮几分钟，您瞧瞧那锅水，水面上必定飘着一层厚厚的黄油花。这说明啥？说明它自带高脂肪，哪怕您一点调料都不加，光吃它就已经在喝油了。第二，它是带油上场，在泡汤那是双重打击，这一条才是最致命的地方。它本来就带着高脂肪，结果您还把它扔进了火锅或者炖肉的汤里。大伙看看豆泡内部的结构，全是密密麻麻的孔洞，像什么？像不像咱家刷碗用的海绵？没错，从物理角度讲，豆泡和炸腐竹的孔洞结构就是天生为了吸油而生的。当您把它扔进红油锅底里，它就像一块干海绵掉进了水里，疯狂地把汤里的牛油、猪油、辣椒油全都吸进自己的肚子里，牢牢锁在那些孔洞里。您吃一块豆泡，等于灌下去一勺油。咱们来算算这笔账，一顿火锅下来，您可能觉得自己挺克制，没敢碰肥牛，没敢碰五花肉，光吃素净的豆制品，心里还美滋滋觉得挺健康。可一算热量，这几块吸饱红油的豆泡，热量比同重量的五花肉还要高出一截，这简直是防不胜防的热量刺客。这类重油豆制品对血管的损害是毁灭性的，因为它们往往含有大量饱和脂肪甚至反式脂肪。这些脂肪一旦摄入过多进入血液，会让血液的粘稠度直线上升。您可以把血管想象成一条河流，正常的血液应该像清澈的溪水一样流得畅快。可当您吃下这些重油豆制品之后，血液里的甘油三酯猛涨，血液就变成了浑浊的泥浆，甚至是流不动的沥青。血液一旦粘稠，流速变慢，就像河水停滞了，泥沙自然沉淀下来，这些泥沙就是血管里的斑块，挂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把血管越堵越窄，
最后要么是血管彻底堵死引发心梗脑梗，要么是斑块脱落形成血栓到处乱窜，堵到哪儿祸害哪儿。尤其是本身就有高血脂或者冠心病、颈动脉斑块的朋友，摄入这类重油豆制品会给身体添极大的负担。肝脏要没日没夜地代谢这些油脂，最后累出脂肪肝，胰腺要拼命分泌消化酶，容易诱发急性胰腺炎。所以在这里给一个最诚恳的建议，对于血脂高的朋友，或者想守住心脑血管健康的中老年朋友，这种油豆泡、炸腐竹、炸响铃最好是直接拉入黑名单，请出您的餐桌。千万别被豆制品这3个字骗了，披着油皮的豆制品比肉还危险。那要是实在馋这种吸饱汤汁的口感咋办？咱们有个健康的替代品，那就是冻豆腐。这里有个前提，冻豆腐虽然也是蜂窝状的结构，也吸汤汁，但它有2个大优点。第一，它没经过油炸，是清清白白的身子。第二，它的孔洞是冰晶撑出来的，不带额外油脂。但吃冻豆腐也得看汤底，如果拿它去吸红油火锅的汤，那跟吃豆泡没啥区别，一样是吸油。正确的吃法是在清汤锅里煮冻豆腐，或者做一锅清淡的白菜豆腐汤，放冻豆腐进去，这样它吸进去的是鲜美的汤汁，而不是要命的油脂。第3种要点名的是不少老年朋友的心头好，尤其早上喝粥的时候，或者冬天没啥胃口的时候，少不了它，那就是豆腐乳。那滋味哪怕用山珍海味也不换。除了豆腐乳，还有臭豆腐乳、豆豉、黄豆酱这些发酵类的豆制品，简直是下饭利器。我在门诊经常听不少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跟我争辩，说这豆腐乳是好东西啊，老辈人都讲豆腐发酵了跟酸奶似的，好消化还有营养，吃了对肠胃有益。这话对不对呢？客观的讲，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而且错的那一半对于血脂高、血压高的朋友来说是要命的。先说对的那一半，豆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发酵，确实会起一些神奇的变化，本来不好吸收的蛋白质被分解成氨基酸，变得更好消化了。而且发酵过程还会生出一种植物性食物里非常稀缺的维生素 B12， 从这个角度看，它确实有点营养。可朋友们，咱们得看看这枚硬币的背面，为了让豆腐发酵成功，为了让它能放上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坏，制作过程中必须加入一样东西，而且是毫不手软的大量加入，那就是盐。不信的话，可以去看看家里那瓶豆腐乳的配料表，食用盐这3个字往往排在很靠前的位置。要是没有高浓度的盐去压制杂菌，豆腐早就臭成垃圾了，成不了美味。这时候很多朋友的误区就冒出来了，经常有患者问我现在是血脂高，是血管里油多了，那我不吃肥肉不吃油炸的不就行了？这豆腐乳虽然咸，可它是素的呀，而且盐不是管血压的吗？跟我血脂高有啥关系？朋友们，这个观念该改了。在血管健康这个领域里，高血压和高血脂是一对不折不扣的难兄难弟，他们从来都是狼狈为奸，合伙作案。今天就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告诉大伙，盐吃多了必定伤血管，而且会助长血脂作恶。咱们先看看一小块豆腐乳能有多咸。一块常见的红方腐乳大概10克重，含盐量至少1克，有的甚至能到2克。这是什么概念？世界卫生组织和咱们国家的膳食指南都建议，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该超过5克。您早上喝粥糊里糊涂吃下1块腐乳，好家伙，这一天将近一半的额度就在这一顿早饭里被消耗光了。这还没完，中午不吃菜吗？晚上不吃肉吗？炒菜里的盐、酱油、蚝油加在一起，这一天的盐摄入量肯定是严重超标了。那盐是怎么帮着血脂堵血管的呢？当您摄入过多的盐，为了维持体液平衡，身体就会锁住更多水分，这叫水钠潴留，血管里的水多了，血容量增加了，血管壁承受的压力自然就大了，这就导致血压升高。您可以把血管想象成家里的自来水管，高血压就是水压太大了，这份压力每天24小时不停冲击着血管内壁。血管内皮原本是光滑紧致的，但在高压水流的持续冲刷下，会被冲出细小的裂纹，变得粗糙不平。重点来了，如果血管内皮是光滑的，血液里的脂肪很难挂住，会顺流而走。可一旦血管内皮被高血压冲出了伤口，那些流动的脂肪就会像流氓一样趁虚而入，钻进这些伤口沉积下来。所以有个形象的比喻，
大伙一定要记住，高血压就是动脉硬化的推土机，负责把路面铲坏，弄出坑坑洼洼；高血脂就是泥瓦匠，或者说是垃圾填埋工，负责把垃圾填进这些坑里。这两兄弟一配合，路就堵了，斑块就长成了，血管就窄了。所以吃得太咸，就是在给这个推土机加油。如果没有高血压把血管先搞坏，血脂还没那么容易堵得住血管。此外，这里还有个大陷阱，很多老友特委屈地跟我说，我平时炒菜盐放的可少了，甚至不放盐，怎么血压还是高，血管还是硬化？咱们得查查您的餐桌，您早上1块腐乳，中午拌饭来勺豆豉，晚上1勺豆瓣酱。朋友们，这些全都是豆制品发酵出来的，全都是盐罐子。豆瓣酱、黄豆酱、香辣酱，哪一个不是靠盐腌出来的？尤其到了冬天，天冷了，人的口味变重了，都爱吃点咸的辣的来开胃，这对本来血管弹性就差，心脑血管极其脆弱的中老年人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冬天本来就是心梗脑梗的高发期，再摄入这么高浓度的盐，血管一痉挛，血压一飙升，后果真的不堪设想。那这豆腐乳是不是就得扔了，以后都不能碰了？也不是这么绝对，我知道对很多老人来说，那一口腐乳是几十年的老味道，强行戒断也难受，所以给个折中的建议，请把豆腐乳的身份从下饭菜降级为调味品。啥意思呢？就是别再拿一整块腐乳配着一个馒头一碗粥硬啃，那样吃盐分摄入是瞬间超标的。咱们把它当盐来用，比如今天炒个空心菜，或者做个腐乳排骨，夹出半块腐乳捣碎化在水里倒进锅里。既然放了腐乳，这道菜就绝对别再放一粒盐，也别放酱油，靠腐乳本身的咸鲜味来调味。这样这块腐乳的盐分是分散在一大盘菜里，全家人一起吃，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盐就少多了。这样既解了馋，又控制了总盐量。但必须加一句严厉的话，对于已经确诊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甚至有过脑梗、心梗病史的朋友，还有肾脏功能不好的朋友，这豆腐乳、豆豉、重盐的黄豆酱，能戒就彻底戒了吧，别抱侥幸心理。您的血管经不起折腾，肾脏也经不起高盐的负担。如果实在觉得嘴里没味，想加点风味，咱们有更健康的方案。大自然给了咱们那么多天然调味品，为啥非要盯着盐不放呢？您可以用醋，醋能软化血管还能提鲜。您可以用柠檬汁清新解腻，多用葱姜蒜、洋葱、香菜、辣椒这些天然香辛料，不仅能丰富口感，很多本身还有扩张血管杀菌抗炎的作用。比如做个凉拌菜，多放点蒜末醋和香菜，不放盐或者少放盐，照样好吃得很，而且健康又安全。第4种要点名的，不是某种具体的产品，而是一种做菜的习惯，比如麻婆豆腐、家常豆腐、红烧豆腐。很多朋友做豆腐有个执念，觉得豆腐有豆腥味，必须过油煎一下才香，必须多放油才入味。于是好一块嫩豆腐，先切片下油锅煎到两面金黄，再加肉末、酱油、糖，红烧或者做成麻婆豆腐，上头飘着厚厚一层红油。这种吃法毁了豆腐的清白。首先是热量翻倍，豆腐本身热量很低，100克也就几十千卡，可脂肪的热量是最高的，1克脂肪就有9000卡出头。这么一煎一烧，豆腐吸的油加上汤汁里的油，能让这道菜的热量翻上好几倍。你以为吃的是素菜，其实热量比清蒸鱼还要高。其次是糖油混合的问题，很多红烧豆腐为了提鲜提色还会放糖，糖油组合是最容易让人发胖，最容易升高甘油三酯的搭配，多余的热量消耗不掉，肝脏就会把它们转化成脂肪，堆在肚子上，堆在肝脏里，堆在血管里。所以建议大伙学会欣赏豆腐的本味，其实豆腐的清香很迷人。最推荐的烹饪方式是清蒸、凉拌、煮汤，比如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只需一点香油一点盐，是夏天的绝配。再比如虾仁蒸豆腐，嫩豆腐切块，铺上几个虾仁，撒点葱花，淋一点蒸鱼豉油，上锅蒸10分钟，高蛋白低脂肪，鲜掉眉毛还不油腻。还有鲫鱼豆腐汤、白菜豆腐汤，不放油或者只放几滴油，喝的是那口鲜，吃的是豆腐的嫩滑。这种吃法既保留了豆腐里的大豆异黄酮和卵磷脂，又没有额外的油脂负担，这才是真正懂养生、懂吃豆腐的行家。讲了这么多豆腐的红黑榜，
其实核心思想就一句话：食材无罪，做法定生死。但想要血管通畅，光把油炸豆腐换成蒸豆腐还不够，人体是个复杂的系统，养血管还得送大伙一套简单的组合拳。第一，主食要糙一点，现在的米面太精细了，升糖快，血糖一高，血管内皮也跟着受损。建议蒸饭的时候抓一把燕麦、荞麦、糙米，或者放几块红薯、玉米，粗粮里的膳食纤维能裹住多余的油脂和胆固醇，把它们带出体外。第二，蔬菜要杂一点，每天至少吃1斤蔬菜，而且要挑颜色深的，深绿色有叶酸，能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红色有番茄红素，紫色有花青素，这些都是血管的保护神。第三，水要勤一点，很多血脂高的人血液粘稠，什么时候最粘？早上起床和晚上睡前，所以早起1杯温开水是稀释血液、预防血栓的救命水，白天也要勤喝水，别等渴了才喝。第四，动要多一点，不管快走慢跑还是打太极，运动能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水平，这是药物都很难做到的事。每天30分钟微微出汗，关键在于坚持。第五，心态要宽一点，别生气，别着急，一生气血管痉挛，血压飙升，斑块容易破裂。到了这个年纪，什么都是身外之物，只有身体是自己的。凡事看开点，乐呵点，血管也能舒坦点。说到这里，肯定有朋友在屏幕那头嘀咕：我血脂高，但我尿酸也高，我有痛风，听说豆制品嘌呤高，我是不是也不能吃？这个问题很典型的，顺带讲讲。老观念认为大豆是高嘌呤食物，痛风患者要忌口。可最新的医学研究和指南已经更新了，豆制品在加工过程中，大量嘌呤已经流失在水里了，而且植物性嘌呤跟动物性嘌呤不一样，它对尿酸的影响相对较小，甚至有研究显示豆制品反而有利于尿酸的排泄。所以痛风患者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吃豆腐的，只要别狂吃，别啃那种干豆子，吃加工好的豆腐完全没问题。别因为一个旧观念就错过了这么优质的蛋白来源。还有朋友会问，老豆腐、嫩豆腐、内酯豆腐哪个酱汁效果好？这也是个好问题。老豆腐是用卤水点的，钙含量最高，如果既想酱汁又想补钙，选老豆腐，它口感硬实，适合炖煮。嫩豆腐是用石膏点的，含水量高，钙含量比老豆腐低，但比内酯豆腐高，口感滑嫩，适合做汤。内酯豆腐是用葡萄糖酸内酯点的，含水量最高，口感像布丁一样，但钙含量和蛋白质含量都相对偏低，所以建议为了控制血脂同时补充营养，首选老豆腐和嫩豆腐。内酯豆腐偶尔吃口感还行，营养密度不如前两者。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来做个总结。老陈那位老姐妹说的话，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错的那一半就是冤枉了豆腐。豆腐本身是好东西，血脂高的朋友完全可以吃，而且值得多吃。对的那一半是，确实有一些豆腐制品是血管的隐患，可那从来不是豆腐的错，是油炸、高盐、重油的错。所以从今天起，咱们再去菜市场买豆腐，心里就得有杆秤了。看见油炸豆腐、油豆泡，咱们绕道走；看见白白嫩嫩的老豆腐、嫩豆腐，咱们放心买回家。回家做饭，把油壶放一边，把蒸锅拿出来，少吃一口油炸的，多吃一口清蒸的；少吃一口咸的发酵的，多吃一口原汁原味的。这不仅仅是在吃豆腐，这是在给咱们的血管减负，给咱们的寿命充值。朋友们，健康养生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就藏在咱们的一日三餐里，藏在咱们每次拿起筷子的选择里。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身体，身体都会加倍10倍的回报给你。我希望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有一副通畅的血管，一颗强健的心脏，去好好享受这美好的日子，去陪伴自己最爱的家人。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麻烦动动手指给这条视频点个赞，这不光是对我们的鼓励，也是为了让大数据把这条辟谣的内容推给更多像老陈一样被谣言吓着不知道怎么吃的中老年朋友，多一个人看到，可能就多一个家庭受益。把这份健康知识分享出去，转发给您的老伴、儿女、老伙计，就是在积德行善。如果您有关于降血脂、吃豆腐的独门心得，或者还有别的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伙互相交流，一起健健康康的过日子。
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血管通畅，身体倍儿棒。